朋友们，咱们来想象一个场景啊，一个蜂巢，一个无比高效、精密的蜂巢，里头绝大多数的居民都是工蜂，他们起早贪黑，忙忙碌碌，采花蜜、造蜂蜡，辛辛苦苦建家园，还得喂养下一代。可以说，他们就是整个蜂群的顶梁柱，是勤劳和奉献的代名词。但是，他们一辈子都绕不开一个宿命，他们自己是生不了后代的。他们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蜂后，为了整个蜂群。好，现在我们把这个画面放大，从一个小小的蜂巢放大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几十年里就创造了经济奇迹，从一片废墟上崛起，成了全球的科技中心，给全世界提供顶尖的芯片、汽车还有文化产品。这个国家的人民呢，也像那些工蜂一样，勤奋的让人敬佩，为世界经济贡献的自己的力量。可就在这片繁荣的景象背后，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这个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失去自己的未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深入聊聊的故事——工蜂经济，一个从韩国开始，但很可能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一个警示预言。好，那在咱们正式开始之前，得先搞明白一个核心概念，到底什么是工蜂经济？这个词儿啊，不光是个比喻，它其实非常精准地抓住了某些现代经济体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的大麻烦。大家看屏幕上的定义，咱们一句句拆开来看。首先，一个国家的公民勤奋工作，为世界生产高价值的商品。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他们是世界工厂或者世界办公室，像韩国的三星、现代，或者我们熟悉的中国制造，都是这种模式的代表。他们赚了很多钱，在国际上很有面子。但关键啊是后半句，但同时巨大的社会压力和生活成本导致了极低的出生率，从而威胁到国家自身的未来。这就是最矛盾的地方。按理说，经济好了，生活好了，大家不应该更愿意结婚生孩子吗？可在工蜂经济里，逻辑恰恰是反的。赚来的钱没有有效的变成对未来的投资，也就是投资下一代，那钱去哪儿了呢？都被消耗在一种高压锅一样的社会环境里了。为了抢到少数的好工作，家长们得拼命的砸钱搞教育；为了在大城市里有个窝，年轻人得背上一辈子的房贷；为了在职场上不被淘汰，人们得无休止的加班。最后，生孩子这件最自然不过的事儿，变成了一件成本高的吓人、风险又特别大的奢侈品。你想想，当一个社会里大部分人都只像工蜂一样，只管生产不管繁衍，那不管他们采了多少蜜，盖了多漂亮的房子，这个蜂群的消失不就是个时间问题吗？这就是工蜂经济最真实也是最让人按不的地方。宏观上看特别繁荣，微观上看却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枯萎。好，现在这张图可以说是用最直接最震撼的方式把这个故事的核心矛盾给咱们摆出来了，我管它叫韩国悖论。咱们先看左边，这份成绩单放哪个国家都得骄傲的不行。世界第10大经济体，这可比澳大利亚、巴西的体量都大。全球科技和汽车巨头，你手机里的芯片，路上跑的汽车，哪都有韩国制造的身影。它的贸易顺差占 GDP 的比重高达 5.8%， 这赚钱能力比日本、中国这些制造业大国都强。这一切就是所谓的汉江奇迹，是一个国家从穷到富的最好证明。但是你把目光慢慢的移到右边，这边的景象跟左边的光鲜亮丽比起来，简直就是两个世界，每个词都让人心里一沉。全球最低的生育率，这个最低可不是随便说说，是连续好多年都破纪录的最低。政府已经正式宣布国家进入了人口紧急状态，这词儿一般只有在打仗或者发生特大灾难的时候才会用。最让人觉得后背发凉的是那个推算出来的数字。理论上，韩国这个有5000万人口、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可能会在376年后从地球上消失。一边是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是高楼大厦、全球品牌；另一边是人口上的彻底崩塌，是悄悄关门的妇产医院和小学。这两列字摆在一起，就让人觉得特别拧巴。一个国家怎么能同时又这么有钱，又这么脆弱呢？一个社会怎么能在物质上这么成功，却在生命延续上这么失败？这已经不只是个经济问题了，它更像一个哲学问题，而这也正是咱们接下来要一层层解开的谜团。好，欢迎来到咱们分析的第一个部分，一场空洞的经济奇迹。副标题是成功的基石如何也制造了危机。在这个部分里啊，咱们就像是经济侦探一样，回到过去，去看看韩国经济奇迹的基因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我们会发现，这个故事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好人打败坏人的故事，它更像一个悲剧。那些让韩国迅速崛起的关键因素，比如国家主导的出口战略、超级财阀的主导地位，还有整个社会对教育那种近乎疯狂的崇拜，所有这些都像是一把双刃剑。他们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为今天这场人口危机埋下了种子。咱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一个国家的成功秘诀是怎么一步步变成了他自己的诅咒。这张时间轴就像一部浓缩的电影，把汉江奇迹的整个过程都画出来了。咱们花点时间感受一下这个星球上最惊人的发展速度。来看起点，1961年，那会儿的韩国刚打完仗，国家一穷二白，人均 GDP 才94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当时韩国比很多非洲国家都穷，就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然后奇迹就开始了。从80年代开始，韩国在高强度地搞研发，从轻工业转型到高科技产业。但是大家特别注意时间轴上这个点，1995年，就在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生育率已经掉到了 1.65， 这个数字已经远远低于维持人口正常更替所需要的 2.1 了。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报。但是当时整个国家都沉浸在经济成功的喜悦里，没人真正意义这个警报声。到了2021年，联合国正式宣布韩国成为发达国家，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是几代韩国人奋斗的目标。再到2024年，人均 GDP 达到了惊人的36000多美元，从94美元到36000，从一个接受别人援助的国家到一个援助别人的国家，只用了2代人的时间。这在经济学上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但也正是在这个高歌猛进的过程中，人口的警钟被经济发展的轰鸣声给盖住了。直到今天，当轰鸣声小了点儿，人们才发现房子的地基早就被蛀空了。如果说汉江奇迹是一部交响乐，那财阀肯定就是里面的主旋律。这张图特别直观地展示了这些巨无霸家族企业在韩国经济里到底有多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你看，光一个三星集团就占了韩国 GDP 的15%到20%，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国家1/5的经济产出都由一家公司决定，这在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是不敢想的。咱们再把范围扩大点，加上现代、SK、LG 和乐天这几家，这5大财阀加起来就占了韩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结构在早期确实很管用，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让韩国经济迅速崛起。但它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它创造了一个极度扭曲的就业市场。在韩国，工作就分2种，一种是在财阀上班，一种是在其他地方上班。进了财阀就意味着高薪、稳定、有社会地位，所以考上好大学再进财阀工作，就成了几乎所有韩国年轻人唯一的成功之路。为了挤上这座独木桥，整个社会从幼儿园就开始了残酷的军备竞赛。所以这张图不只是一张经济结构图，它更是一张社会压力图。它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韩国家长愿意为孩子的补习班砸下重金，为什么年轻人为了一个3星的职位挤破了头。财阀的辉煌，代价就是整个社会的内卷。0.72，屏幕上这个孤零零的冰冷的数字，就是我们这次讨论的核心，是这场人口危机的风暴眼。这是韩国在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又一次创下了人类和平时期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为了让大家能真正理解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可怕，咱们必须得看看旁边的注释。要维持人口数量不减少，生育率需要达到 2.1。这很简单，一对夫妻平均得生 2.1个孩子才能替换掉他们自己，而 0.72 连 2.1的1/3都不到。这已经不是什么低生育率问题了，这简直就是自由落体式的崩塌。这在数学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过1代人，也就是大概30年，韩国的新生儿数量就会在上一代的基础上减少超过 60%。 你想想看，你公司今年招了100个新人，30年后你孩子那一代，这家公司就只能招到不到40个了，再过30年就只剩10几个人了。这个数字足以动摇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经济活力、养老金、国防安全，甚至是民族的存亡。当一个国家的未来以这么快的速度在你眼前消失时，之前所有的经济成就、所有的辉煌，都像是建在沙滩上的城堡，随时可能倒塌。好，咱们现在进入分析的第2部分，竞争的代价。副标题是
助长衰退的巨大社会压力。在第一部分，咱们看到了韩国经济的辉煌，也看到了背后那惊人的人口危机数字，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一个这么有钱、教育程度这么高的社会会集体选择不生孩子了？在这一部分，咱们就从宏观的数字转向微观的个人和家庭，去看看那些实实在在压在每个普通韩国人身上的大山。我们会发现，让韩国人不敢生孩子的，不是因为穷，恰恰是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那种无处不在的、让人窒息的竞争。正是这些重担，让生儿育女从一件很自然的事儿，变成了一项需要精打细算、成本高昂的项目。这张图简单明了地列出了压在韩国家庭身上的4座大山，咱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工作，虽然韩国政府也想让大家平衡工作和生活，但加班文化根深蒂固，平均每周工作38.6个小时，在所有发达国家里还是排第一。这还只是平均数，在很多行业，每周工作50-60个小时是家常便饭。这么长的工作时间，直接就把谈恋爱、陪家人、养孩子的时间和精力给挤没了。其次是让人窒息的教育，就像咱们前面说的，财阀经济催生了极端的教育竞争。为了让孩子能考上那几所顶尖大学，家长们从幼儿园就开始砸钱。光是一个高中生1年的课外补习费就可能高达300多万韩元，换算过来差不多3万多人民币。这场教育竞赛已经成了停不下来的军备竞赛，让无数家庭身心俱疲。第三是住房，韩国1半以上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都集中在首尔都市圈，这让首尔的房价高得离谱，跟上海、纽约差不多。对于刚结婚、收入还不高的年轻人来说，想在首尔买套房，简直比登天还难。最后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严重的性别不平等。韩国男女的工资差距高达31.2%，在所有发达国家里常年垫底，就是最差的那个。这意味着女性一旦因为生孩子中断工作，就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职业发展的障碍。很多高学历的职业女性被迫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一个残酷的2选1。这4座大山压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风暴，把生育的意愿一点一点的给磨没了。如果说咱们前面聊的数字和分析还只是冰冷的数据，那这段话就揭开了这场危机里最让人心碎、最黑暗的一面。这就是震惊了整个韩国乃至全世界的幽灵婴儿事件。大家仔细看屏幕上的这段文字，2123名未登记的幽灵婴儿被发现，其中249人被确认死亡。这暴露了被经济困境和社会污名所困的父母们的极度绝望。什么是幽灵婴儿？就是在医院有出生记录，但父母却没有去给他们上户口的婴儿。这些孩子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他们享受不到任何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这背后往往是未婚妈妈害怕被社会歧视，或者是极度贫困的家庭实在养不起，才做出的极端选择。在调查中有一个案子，一位母亲因为失业没钱，在2018年和2019年亲手杀害了自己刚出生的2个孩子，把他们的尸体装在塑料袋里，藏在家里的冰箱冷冻室里好几年。这个事儿之所以让人震惊，不只是因为个案的残忍，更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可怕的现实：当一个社会的育儿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时，它会击穿人性的底线。这已经不是想不想生的问题了，而是生下来也养不活，甚至会带来毁灭性后果的绝望。这些幽灵婴儿就是韩国低生育率问题最极端、最残酷的缩影。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整个社会支持体系的失利。面对这么严重的情况，韩国政府难道什么都没做吗？恰恰相反，他们可能是全世界最努力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政府之一了。这张图就展示了将近20年来韩国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但结果却非常讽刺。咱们来复盘一下。第一步，早在2005年，韩国就成立了总统直属的低生育率委员会，说明高层很早就意识到问题了。第二步，在2006到2012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主要是发钱、减税、延长产假这些，生育率确实有过一点点回升，一度达到了1.26。这好像给了大家一点希望，觉得砸钱是有用的。但关键在第三步，从2013年到2023年这10年，尽管政府投入了上千亿元的巨额预算，生育率却再次掉头向下，
而且一年比一年低，一路从 1.2 以上跌到了咱们前面看到的 0.72。这10年是韩国政府政策上最努力、花钱最多的10年，也是生育率跌得最惨的10年。这说明什么？说明光给钱没用，它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源，也就是咱们前面分析的财阀经济、教育内卷、高房价和性别不平等等这些结构性的大问题。到了第4步，也就是2024年，政府终于承认过去的政策失败了，宣布进入人口紧急状态，又退出了更厉害的补贴政策。但这个更像是一种绝望中的挣扎，快20年的努力和巨额的投入，换来的却是生育率的不断探底。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解决工蜂经济的困境，光靠发钱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的是更深层次的、敢于触碰利益集团的社会结构性改革。看到这儿，分析完韩国的故事，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特定国家的悲剧。但是接下来咱们的分析要进入第3部分了，也是最发人深省，可能也跟咱们关系最密切的一部分，中国迫在眉睫的回响。副标题是为什么一个更大的国家正走在一条甚至更危险的道路上。在这里，咱们要把视角从韩国转向中国，我们会震惊地发现，韩国社会经历的一切，从经济起飞到生育率暴跌，从教育内卷到高房价，正在中国一种惊人的速度重演。而且因为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历史背景，还有跟韩国不一样的经济结构，这场正在上演的人口危机，对中国来说，它的规模、它的影响，还有解决它的难度，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韩国的故事是一则警示预言，那中国的故事可能就是一部正在拉开序幕的、关系到整个21世纪世界格局的史诗。这张图的视觉冲击力真是胜过千言万语。它用最冷酷的方式比较了韩国和中国出生人口下降的速度。大家看左边的韩国，它的年出生人口数量从高点腰斩，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这个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给了社会一定的缓冲时间。现在，请把目光转向右边的中国，它经历了几乎同样幅度的下降，52%，但只用了短短的7年，就是从2016年全面放开2孩之后到2023年。这个速度快了将近3倍，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结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地震式的变动。养老金、教育、房地产、消费，所有这些建立在稳定人口预期之上的社会系统，都还来不及调整，地基就已经动了。中国的人口悬崖比韩国的来得更陡、更快、更出人意料。这种超高速的下滑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但其中一个绕不开的关键因素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独一无二的政策惯性。要理解中国人口下降为什么这么快，就必须理解这张图上提到的这个独特的历史背景——独生子女政策的遗留影响。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这项政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至少2代人的家庭观念和生育文化。它不只是限制了生育数量，更重要的是，它在整个社会，尤其是在城市里，根植了一种小家庭文化。一个孩子成了家庭的标配，人们习惯了把所有的资源和爱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所以，当2016年政策全面放开，甚至后来鼓励3孩的时候，大家惊讶地发现，想象中的生育高峰并没有来。为什么？因为长期的政策惯性已经和快速上涨的养育成本结合在一起，让少生优生甚至不生的观念从一种外部的限制变成了很多人主动的理性的选择。这就好像给整个社会的思想装了一个软件，运行了30多年，你现在想卸载它可没那么容易。这种文化上的强大惯性让中国在提升生育率时面临着比韩国更大的无形阻力。同样是工蜂经济，同样是人口萎缩，但它对韩国和中国的经济打击方式却有本质的不同。这张对比图就揭示了这个关键的差异。咱们看左边的韩国，它的经济模式是典型的外循环，也就是高度依赖出口。韩国经济的命脉就是能不能把它的芯片、汽车卖给全世界。所以人口萎缩对韩国经济的主要打击是在供给端，也就是劳动力少了，创新能力可能变弱。但只要它的产品在全世界还有人买，外部需求还在，韩国经济就能撑下去。但中国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看右边，中国的经济体量太大了，虽然也是出口大国，但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越来越依赖内循环，也就是咱们自己庞大的国内市场。所以人口萎缩对中国经济是致命的双重打击，
它不光像韩国一样减少了供给端的劳动力，更要命的是，它同时也在摧毁需求端。人少了，国内的消费者也就少了。这意味着未来买房子、买汽车、买手机的年轻人少了。对于一个正在努力搞国内大循环的经济体来说，这简直就是釜底抽薪。用咱们之前的比喻，韩国的困境可能只是采蜜的工蜂不够了，而中国的困境则是连需要花蜜的蜂巢本身都在不断萎缩。在分析了韩国的困境和中国面临的更严峻的挑战之后，咱们很容易会觉得有点悲观，是不是结局已经注定了？是不是东亚社会就掉进工蜂经济这个坑里出不来了？好，欢迎来到我们分析的最后一部分，一个不同的未来。副标题是中国能否改写工蜂的预言。在这个部分，咱们换个角度，不光是找问题，咱们开始探讨有没有出路。我们来看看，尽管面临着更陡峭的人口悬崖和更复杂的挑战，中国是不是也拥有一些韩国不具备的独特的优势和政策空间？咱们会审视那些可能让中国走出一条不同道路的潜在因素，以及一些专家学者为此提出的大胆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政策建议。这张图列出了在应对人口危机时，中国可能有的4个独特的优势，或者说工具箱里有不同的工具。首先是规模，中国地方大，文化多样，这意味着人们在生活方式上理论上有比韩国人多得多的选择。不像韩国人都挤在首尔，中国人可以选择在成本更低、节奏更慢的2、3线城市甚至乡村生活，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心城市的内卷压力。第二是政策空间，就像咱们前面说的，韩国鼓励生育的政策已经搞了快20年了，各种常规手段差不多都用尽了，而中国才刚刚开始系统性的发力，从补贴到福利，未来的政策空间还非常大。第三是政治意愿，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理论上比一个需要不断进行政治博弈的政府更有能力去设计和执行那些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性的改革计划。最后是主权，作为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高度独立的大国，中国可以完全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来重新设计它的人口和经济政策，不用过多的受外部因素的干扰。当然，有这些优势不代表就一定能成功，怎么用好它们才是巨大的考验。但他们确实为中国提供了一套和韩国不一样的、可能性更大的解题思路。那具体该怎么做呢？这张表就展示了一些专家学者给中国提的堪称猛药级别的政策建议。核心思想很明确，必须放弃过去那种零敲碎打的思路，而是要由国家层面进行一次巨大的系统性的战略投入。咱们看具体措施。在现金补贴方面，建议直接拿出每年 GDP 的2到5%，成立专门的养育基金，直接发给多孩家庭。这是什么概念？按中国现在的 GDP 算，2% 就意味着每年投入超过2万亿人民币。这笔钱足以支持每一个孩子发上千块补贴，2个孩子就翻倍，一直发到成年。目标很明确，让养孩子在经济上从一个巨大的负担变成一件至少是可行的事儿。在税收和社保方面，建议跟生的孩子数量挂钩，生的越多减免越多。比如生2个孩子，家庭的所得税和个人交的社保就减1半，生3个可以考虑全免。这是一种非常直接的经济激励。为了保证这笔钱能长期稳定的投入，建议成立一个国家人口发展基金，通过发超长期国债这些方式来融资，保证这个长期投资不受短期财政波动的影响。这些建议的力度和系统性远超韩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到目前为止的尝试。它体现了一种根本性的思路转变，不再把低生育率看成一个家庭的私事儿，而是看成一个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需要动用巨大公共资源的头等战略工程。这句话可以说是为整个工蜂经济的困境指明了最终的根本性的出路。最终的目标必须是从当世界的工蜂转变为确保本国人民和未来的繁荣。这背后其实是在反思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一个国家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赚很多外汇，给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吗？这可能是在发展初期需要做的，但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个目标就必须转变。强大的生产力最终应该让本国的民众能享受到配得上这份生产力的生活品质，让他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时间去享受生活，去养育下一代。这个战略选择意味着经济的重心要从外向内转，发展的成果要更多的用来分给国内的民众，把强大的生产能力更多的变成民众的福祉和社会的保障。这不光是解决低生育率的一个技术方案，
更是让经济发展回归到它服务于人这个最根本的初心。我们的分析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在聊了韩国的现实困境、中国的严峻挑战，还有可能的应对方法之后，最后我想把这个宏大又开放的问题留给大家，也留给我们这个时代。韩国的公分故事就像一个已经写好的让人叹息的悲剧，他用自己的经历警示着后来的人，而中国正站在这个故事的十字路口。他能不能利用自己独特的体制力量、巨大的规模优势和后发的政策空间，去打破这个看似无解的循环，改写这个预言的结局，为东亚乃至全世界面临同样困境的国家探索出一条新路？还是说他终究也逃不开同样的宿命，会因为其庞大的人口基数而成为这个星球上规模最大、最忙碌，但最终也最空洞的风潮？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没有写出来，但它不仅会决定东亚的未来，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定义我们整个21世纪的世界格局。谢谢大家。